香格里拉对话中，两个针对中国的谣言是谁传出来的？又是谁上了当？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最近，针对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国外各个方面制造传播的谣言特别多。通常情况下，这些谣言通过网络一路加工之后，就能在国内外网络舆论市场上变成热销的新闻产品了。本次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又出现了两个新鲜热乎的谣言。第一个呢，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亚洲事务研究员奥利维亚·伊诺斯6月11日下午发表个贴文，说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中国代表团集体退场走出去了。另外呢，新加坡太平洋论坛的研究员布莱克·赫辛格也是这么说的。结果，《环球时报》报道说，伊诺斯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副主任乔纳森·埃亚尔转发了文章，然后说，中国一直宣称自己在俄乌问题上保持中立，这次退场说明中国政府说的中立根本信不得。另外呢，《环球时报》也说，一个在境外社交媒体上相当有影响力的亲俄罗斯账号，也制造和传播了同样的谣言。后来是美国国防部前官员，目前在新加坡从事学术研究的德鲁·汤姆森提醒说，你们看错了，退场那批是越南代表团，解放军代表团还在会议厅呢。我一看照片啊，就在伊诺斯的左前方前4排的位置，咱们的解放军军官还坐着呢。被指出错误以后，布莱克和辛格倒是公开说了，哟，自己搞错了。结果美国传统基金会这个伊诺斯呢删了贴，说还好自己不是唯一一个搞错的，就是化解一下自己的尴尬。按说呢，解放军换了21式新军服以后，如果是穿着夹克啊，被看成越南军人确实有可能。但问题是，如果真是解放军退场，也更容易被误认为是越军走了呀。所以这些人恐怕心中还是主观认定了解放军是会退场，是会走的。尽管最初说错话的人删了帖，但是《环球时报》还特别指出，第一，英国那个乔纳森·埃亚尔还有亲俄罗斯那个账号是在多人提醒情况下坚持不删帖、不认错。第二，前不久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政客迈克尔·麦克考，还有美国的 CNN 以及一些俄罗斯媒体，也是把越南代表团离场说成了中方在泽连斯基发表讲话之后没鼓掌就离场了，说我们不鼓掌直接离场，证明了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而实际那次讲话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就没在会场中。而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中，另一个针对中国的谣言也是在同一个会场上同时产生的，就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版近日刊登一篇文章，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这条新闻在国外转发量还特别巨大，我一看国内微博上很多大 V 都在转发，我第一个反应不太可能吧？泽连斯基有这么笨吗？6月9日，就是前几天嘛，泽连斯基远程出席英国《金融时报》举行的活动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选择不卷入俄乌冲突的政策感到满意，中国有能力对俄罗斯发挥影响力，这对乌克兰至关重要。刚对中国说完这种好话，怎么可能过了2天就挑事儿呢？果然，后来2个方面出来辟谣了，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站出来辟谣，说记者呢是有意给泽连斯基挖个坑，但是泽连斯基把这个坑躲过去了。赵小卓解释，整个回答过程中，泽连斯基就没有把乌克兰跟台湾问题相关联，就没有接两岸问题这个话茬儿。那么为什么某些记者和华盛顿邮报非要玩这么一出呢？其实很简单，泽连斯基是没敢得罪中国，这些媒体就要想办法在国际舆论以及中国的网络上点一把火。而华盛顿邮报这个记者罗金，我们应该好好认识一下。当年他就曾经反复造谣说中国武汉病毒所制造传播病毒。所以第二个辟谣的就是今日俄罗斯特邀的专栏作家，一个英国学者，他说罗金是华盛顿最臭名昭著和狂热的反华宣传者之一，而且还是错误信息的大规模传播者。现在明白了吗？中国外交部反复强调不支持任何一方用军事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而哪些人最希望看到中国放弃中立，或者是最希望把这个不中立的名声扣在中国人头上呢？所以我们真的应该看一看我们前后左右哪些人在中外互联网媒体上天天和中国外交部唱反调。好，
关于美国以及境外一些个造谣的媒体为什么那么喜欢在我们这里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